来吧，新玩具太趣的逍遥哇！这一款变形玩具也是许多玩家关注很久的作品了。2点主要的原因：第一个，歼35C 的这么一款机型做的相当的完美；第二点，想必很多人也是奔着黑苹果的设计师大名而去的吧。盒子外包装峰会的效果非常漂亮。食品方面，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的说明书，而且正逆变的指示全都有。但仔细一看，这玩意儿不就是老网变形视频里边的截图吗？甚至这张海报一眼看出来，这就是毛姆森拍的呀。但是这个人物卡的质感倍感廉价。首先，它是一个纸卡，虽然说印刷挺精美的，但是连最基本的倒角都没有切，这个就有一些草率了呀。配件方面有一个硕大的地台，上面的这些细节刻画特别的有感觉。前方这里还有名牌的 logo， 逍遥2个字。哎，就说起来啊，这一家哪儿都好啊，他起这个名字起的太拗口了，以至于我做字幕的时候啊，每次打这些字的时候都可费劲了。再一个，玩家就算想买，你这些名字也不好搜嘛，对不对？翻到地台的内侧来看，这里的支臂一体的折叠，齿轮关节变形过来，然后三脚架支撑，两侧的盖子按压这个地方的插口，把它卸松，进行180度的翻转，就可以把里面的导弹组翻出来了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可以说啊，这款的机型是让军迷和变形迷们都双出狂喜的作品。翅膀可以完全的折叠起来，仿真实载具中在航母舰库搭载时候的一个效果。侧面来看，完全不像是一款变形玩具的底盘，真的非常干净，甚至这个厚度也和真实的机型几乎差不多啊。战机全身迷彩的涂装做得非常漂亮，引擎部分的涂装超级精美。并且很爽的驾驶舱彩虹镀膜，打开以后看里边的纹路刻画，真棒。座位，前方操作的仪表盘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中间的驾驶室是参与变形的，哇，这就是黑苹果。机头下方的雷达，也是用透明零件上面做的彩虹镀膜效果，非常的漂亮。还有很爽的细节，前起落架的折叠收纳竟然是一个真实的合金液压联动，哇，爽！后方的起落架采用了拉出、旋转锁定的环节，所以把起落架收纳起来，这个底盘更加是干干净净、无懈可击。细节还没有完啊，在航母上边起降，自然少不了合金的这根挂钩，嘚儿拽住了，打开下方的舱盖，哇，薄薄的一个机腹部啊，该做的细节和仿真实载具的一些噱头全部做得面面俱到，完全不会暴露任何的人形零件。隐藏度100%呀，太漂亮了！所以感受一下，这就是军模级别的合金成品变形玩具，它可不是什么 MPM 底下驮那一大坨能比拟的呀。地台支架安插的时候，注意这个小方孔，我们先把这个挂钩插进去，往前转一下，再把前方这里全部的咬合。支撑起来也是非常稳定的，同时在你的桌子上边有一个不错的展示。根部这里是齿轮关节，向下飞、向上飞都完全不会掉下来，扣得很结实啊。我们也可以把地台上边的这些导弹都挂在机翼的下方。变形完成，它身上的分件线，包括最后的拼合位置、做工用料材质以及合金的融入，如果用魔完全好理解的话来评价的话，这款太趣逍遥的素质基本上可以堪比 DX 超合金的铁飞机。然后我们来进行这一款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形过程。首先翻到底盘来，打开起落架左右这里的盖板，再次抠开中间的盖板，然后把这一根整体从里边卸出来，
然后我们再抠开前起落架的盖板，把这一块抠出来。注意不要从这儿抠啊，要从根部这里抠。这里是一个合金的液压，从这里往出拽的话，容易把这块拉坏了。然后撬松雷达旁边左右的2个盖子，拉出来。接着注意下一步的操作，这里是2个燕尾锁扣，所以它不可以直接跟这样拉开啊，它必须得拖出。红点前方这里又有一个插合的位置，中间这里可以折叠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抠着前起落架的根部往上拉，拽起来它，同时脱开这里2个燕尾锁和前方的卡扣，折叠，翻开。机尾部水平尾翼，先抠开中间的卡子，往下折叠一点角度，这里有一个倒角的位置，给你避让的空间。然后整体机翼的部分拉松，拆开左右连接的很多扣点位置。根据根部的这个双关节 Z 字折叠提上来，然后下方这里的框架合金连杆整个的拉出。接着是这个变形的一个难点了，我们需要把前方起落架的这一块和这个零件换一个位置，从中间这个洞掏过去，你这样是折不过去的。所以这块操作变形的时候有一个最简便的方法，根部是一个 C 型扣子，你把它拔下来换一个方向就行了。但是看我的变形视频，肯定要教给大家一个最简便的方法。首先我们主要注意根部的这个双段的关节，把它先折到最底下，扣到最里边，然后通过往后搓这个零件，这样操作，把折叠过来的起落架再往过翻，就可以很方便的掏过来了。主要就是这一块双关节的一个缩短。这里有2个盖板，先把它抠起来，然后注意啊，这2个是有夹层的，稍微的捏着一点边缘，让开扣子，把这一块挪到前方来。从这里看，打开这个挂钩，然后这块折不过去啊，稍微的捏一下，让过来边缘的这个卡位，把这2个零件换一下方向。胳膊中间有卡扣连接在一起，打松，然后往上先提一下。根部这里有锁的地方，我们一会儿看，顺着根部掏出来，胳膊打直。所谓锁的地方就是红色的零件，这里有一个圈儿，它2个夹在中间的时候是套在那个扣子里的，所以刚才我们要往上提一下的动作，再把2条胳膊从里边伸出来。翻到背面来，我们打开这一块中间插扣的位置，然后双关节往下撇，侧面的后起落架往前折叠，根部这一块合金的零件腾开空间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腰部中间的这一节旋转180度，只转腰部这个零件即可。好，翻过去，提上来。机头的变形也是这次的一个难点之一啊。首先，侧面这2块左右拉开，滑道的空间。翻折到背部来看，拉开后方这里的双关节，把机头单独的拿出来，打开驾驶舱，中间这里的仪表盘位置，给它抠起来。边缘刚才撬开的这2块板子旋转到这样的角度，上边的驾驶舱整个的抠起来，把脑袋从里边钻出来，头部翻出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驾驶舱盖上，这一块再扣合到位。机头的鼻尖先往里折叠到根部不能动为止，然后调整这3个轴的位置关系。这里不太好形容啊，就是起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把胸拢起来，夹住。最后的结合位点，我们要利用腰部刚才我们翻转的2个卡扣，去插机鼻尖翻折过来的这个轴的部位。插上以后是这样的效果。根部这里还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我们往后搓一搓，把它压下来。
放成这样的角度。肩部这里调整的时候，注意这一块板子是立起来的，而且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方向，让这个胸口呈现一个炸开的姿势。后边的这一节插扣就可以固定结合，分下来这个板子往下抠。肩膀这个位置卡到什么程度呢？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啊，但是你只需要注意在内侧里边调整上方的双段关节，让这个扣子插入到肩膀内侧的这个卡槽里，看到没有？把这一块只要定位上去了，就说明你的肩膀卡到位了。所以从正面看，完全变形到位，它胸口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，角落里也不会卡到边儿。脊椎后方这里翻开一个插扣，根部还挺紧的，扣到底。然后脖子的连接关节根据这个梯形的卡槽把它插住，后脑勺的盖子 Z 字折叠填起来。胳膊是这款变形最简单的地方，我们把齿轮关节扭正，然后小臂这里打开这块盖板，双关节把这里盖平，让这个插扣正好连接在一起，扭到正确的角度上，把后边这一块盖板翻起来，双关节搓开，夹合扣在一起，往上提，把这个带有红色的头旋转到前方来。但这根部又有一个转动，把这块肩胛扭动，旋转下来，哎，贴到这块。双腿的变形，打开中间所有插扣的位置，注意侧面这里的这个零件旋转到前方来，挪一下角度，然后左右劈胯，打开以后根部的齿轮关节尽量的往开翻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刚才旋转过去的前方粗大的起落架翻折过来，然后特别注意这个挂钩一定要卡入这个洞里面。其实这款玩具各个方面给我的感觉就是空间太紧张了。然后腰部的这块零件旋转过来，合金的杆子翻下来，两个同时对准孔洞进行插合，固定。就把这个前起落架绑在了腰上，做成了一个细节的刻画。左右全部插好，腰部我们也就结合完毕。可以说腿部的变形也是既牛逼又纠结。首先，大腿上边就有块盖板锁着，90度把它打开，下方这一条长的双关节拉松。接着打开这一块盖板，旋转出来。中间这里啊有两个合金的零件锁着边儿，把它翘起来。另外的一面还挺不好抠的。然后翻到这一侧来看，在后起落架根部蓝色的零件上，两个扣点全部解锁开。下面的一步非常关键，注意看引擎侧面这里有一个转轴，我们想要把这一块变形过来，一定要先把这个转轴腾开空间。往内折叠一定的角度，让出来里边解锁的位置，再旋转，不然的话，这个零件是卡在这里，转不过来的。扭过来以后，我们再把它转正，然后又是一个挺难的点，把这个地方黑色的滑道拉长，拉到最远，然后旋转一下根部这一块的位置，避让出来。我们把这个后腿板立起来，先夹住它，旋转180度，腾开这里边的空间。好，哎呀，终于让过来。OK， 这个时候大腿根旋转90度过来，用扣子锁住它。前方根部这里翻起来，这个连接的轴还是挺紧的，打开，和膝盖这一块扣上，插住。哎，这里的膝盖就起到了一个联动。再往下变形，腿部旋转过来，脚踝的部位。看起来这些零件现在还挺乱的，我们一步步的来整合。首先，两个脚丫子打开，这一片零件打开，旋转90度，
让这根合金穿过脚面子翻到另一侧去，盖上来。接着顺着这个关节旋转180度，把它拧到正面，同时露出下方的卡孔。注意这里边多段关节的轴锁住，折过来。好，这个脚踝的扣子插入，接着这一块合金的钩子，从这边看，这里的合金钩子按形状再嵌合，等于把这个脚踝就完全的锁定住了。刚才历经千辛万苦翻过来的滑道缩进去，这一块折叠过来，夹住，后边的水平尾翼折起来的扣子和这里固定，来回晃到无处安放的起落架，注意这里的扣点和起落架上方这里的扣子进行结合，插上。最后起落架的合金杆拉出来，和膝盖位置的卡孔再结合，夹住。最后来看翅膀的变形，主机翼下方这里一劈两半，拆开下方的卡扣，然后往上折叠90度，同时尾翼的这一块旋转180，这边有个葫芦锁卡住，再根据这块根部的关节向上翻折，叠到这个程度，抠开边缘这里的夹层，翻出来，双关节向上提，在这一节的根部这里翻出这个零件，这里的卡孔结合在内侧这里的挂钩上，然后翻出的这片翅膀的洞卡在脊椎后方翻出的这个桩子上，挺难操作的过程，但是卡上以后还是非常结实的。从上方这里看，也变成了6E的造型，一片落一片的感觉。还没有完，机腹部我们刚才拆下来的这个零件，双关节，我们把弩件合金的零件往上翻折，接着打开下方这里滑动的弓弦，根部这里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我们搓动一下，先把这一块的方槽对准，然后往前扣，这里的眼儿结合，护臂旋转出来，4个导弹做成的箭，边儿再往内收一下，就变成了很中式的诸葛连弩。这个武器也是有点意思的。4指打开，穿过中间的合金轴，就可以把它这样握在手里了，还是挺稳定的。于是太去的这款逍遥，哇，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形过程，搞定了。可以看到这款的设计逻辑，它使用的全部都是真零件在变形，身上没有一个零件是多余的。包括你所看到的这些造型的刻画，起落架啦、液压支柱啦，这些都是真实的飞机的零件。其实这种变形的方式，何尝不是真人电影系玩家想要得到的一种效果呢？也确实为了满足于每个零件都在真实的运作变形的这个过程，太复杂了，步骤非常多，而且这一款给的一些变形空间十分的紧张，所以在操作的过程中是需要丰富的把玩经验的。来看细节，头雕的刻画刻线十分的丰富，分色的涂装以及细节的点缀都很厉害。这一款的美术风格吧，身上的铠甲也是非常中国风的，而且这个头雕会让我莫名想起来刘德华的《剑龙卸甲》里边的那种头盔样式拿出大导弹头，前面的强力磁铁就可以触发眼部的灯光效果，蓝色的通透感，非常漂亮的 V 字形。再碰一下，是呼吸灯的样式，一下就让这个机器人生动了起来，活灵活现。再碰一下，变红，开始进入攻击模式，哇，特别酷。再接触一下就是关闭了。胸口部分的进气孔以及非常漂亮的彩虹镀膜驾驶舱，完全展示在了人形特别显眼的位置。肩膀这里肩甲合金的转轴活动的范围，
肩膀的根部也都是齿轮的关节。但其实仔细看，因为是一款飞机的变形玩具，所以胳膊从这块伸出来的时候，肩膀会呈现一个斜下角度，稍微带点溜肩的样式。好在是这两片的肩胛往上又提了一下，让这个人形会显得更加精神一点。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，胳膊肘双段的齿轮关节可以抬臂抬到很大的幅度，手腕独立的旋转。全指可动手，腰部这里其实有一定的活动范围，但大概左右45度左右会被裙甲以及前方起落架的这个位置造型所局限到。变形非常复杂，所以腰部这里是完全锁死的，并没有向前弯腰的关节。胯部裙甲打开，前踢齿轮关节可以踢到90度，支撑的力度也不错。后踢也能踢到90度，完全不影响。侧踢同样为齿轮关节，90度没问题。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，膝盖可以折到90度，齿轮关节同时前方的这一块变形出来的联动膝盖架。小腿的装饰刻画也非常不错啊，用后起落架这些连接在一起形成的这个脚丫子和小腿的这一块，机械层次感很丰富。同时，脚踝在活动的时候，前后有一定的滑槽范围，左右接地，从根部这里的轴进行活动。诸葛连弩的武器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想法了，但是这可并不是弩箭呐，这玩意儿射出去杀伤力可是非常强大的。背后这里的翅膀拆分做成的背包十分的精彩啊！本身三角形的机翼外加一个垂直尾翼，做出来这种非常代表性的三角层次感堆叠，很帅气。如果武器在不使用的情况下，我们从底盘拆出来之后，可以把它对着夹起来，中间这里的扣点结合，把这根棍子拉出去，打开后背这里的一个盖子。脖子这里解锁开梯形的卡槽，通过挂钩卡在脖子中间的夹槽里，后边这一块板子穿过这里，把它定好，然后脖子再盖回来，利用这个卡扣锁住合金的棍子边缘，这样诸葛连弩就完全可以收纳在后背了，而且这个背包更丰满更好看了。总结一下吧，太趣出品的这款逍遥，作为国创的原创玩具来说，素质确实很高。在内容大量同质化的今天，能把国模的高素质稳定发挥，同时把歼 35C 的这款机型做得如此漂亮，人形也是可圈可点，身上的可玩性也相当的丰富，丰富的零件美感堆砌出来的这种后科幻机械风格，确实太帅了。但是问题就是它不好把玩呀，变形难度过于高啊，上手的话会有一种一脸懵逼的感觉。零件多，变形的步骤复杂，这是一方面，最主要的给的容错空间很少。你有一些零件在转换的过程中，如果稍不注意，其实很容易把零件的这些边边角角以及机鼻尖的这些位置刮损到，这个就得不偿失了。但如果你有丰富的变形经验，其实这一款的变形结构还是很好理解的，有很多奇思妙想的脑洞在这款身上体现的也是不错，比如脑袋这一块参与变形的驾驶舱的部位啊，其实在之前的玩具里边很少涉及到这样的变形方式，以及在飞机形态下可以堪称完美级别的底盘收纳，这些都是这款玩具最大的优势。但缺点也同样明显，太高的上手难度让许多新手玩家估计会望而却步，丧失了把玩乐趣的同时，也浪费了设计师在零件的结构转换上边别具一格的脑洞特写了。那么总归来说，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一款作品，好在价格并不贵啊。其实归根结底啊，回想这些年国产的变形玩具发展的过程中，我们有模仿过，有借鉴过，有打过擦边球，有在不完美的官方作品上进行更改。到如今，经验慢慢的积累，作品越来越成熟，所以何必再跟变形金刚一棵树上吊死呢？那么得嘞，这期太趣的逍遥就是这样。最后我还是想吐槽一下，这家从厂名到后续的每一款产品名字怎么都那么拗口，这字儿可难打了，烦死了！